我们持续讨论美以现在突袭轰炸伊朗的原因为何？是否也在要颠覆政权，对中俄来做施压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接连的动作，打了美国之后又打伊朗，是不是也在为接下来的川习会铺路呢？川习会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今天这一集我们会持续的一起来关心。好，再看到的是美以联手打了伊朗之后，引爆全球动荡。现在包括中俄也已经出面来表态喊话了。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怎么说。他说呢，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伊美的谈判进程当中，那么对于伊朗发动袭击不可以接受。那么公然的击杀了主权国家领导人，是鼓动政权更迭，更不可以接受。中方反对，并且予以谴责。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喊话，他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已经严重破坏整体中东局势稳定了。俄罗斯跟中国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俄罗斯希望跟中国一起加强协调与沟通，呼吁立即停止战事，回归外交谈判的进度当中。中俄现在等于说直接两方都已经站出来力挺伊朗到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跟伊朗都有长期的合作，也被视为是重要的盟友。这一次伊朗遭到攻击，同时也当然会打乱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中东原本的布局。但是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川普在今年他的动作非常的多，打击的对象从先前的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怎么都跟中俄有关系？会不会他剑指的就是中俄，而特别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杨老师有怎么解读？我就引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学者葛兰仪，他在 X 上面发表一篇，他说北京对台自有其自身的时间表跟战略，不会受到伊朗、委内瑞拉或乌克兰的强烈影响。那些纸上谈兵的中台关系专家括号应该停止预测习近平会利用每一次全球危机来夺取台湾。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不管在美国也好，好多人在说美国攻打伊朗会造成这个两岸之间的稳定啊，还是什么的，一大堆预测都出来。我说这些人真厉害，葛莱伊一下打脸这些人。讲句实在话，王毅跟拉夫罗夫所讲的话对不对？对啊。川普去打一个国家，这是合法的吗？当然是非法的。你有没有找到他核武的证据？没有啊，连那个洗衣粉都没有啊！你不是在谈，人家都愿意去跟你谈。你要打，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觉得他就是为他的这个需要，以及为他的胜利上，以及他看到哈梅尼可以大概一次把他给斩首干掉。那可是这种东西，就基本上像是一种已经没有任何秩序标准的新君主这种霸权作为。到了21世纪，你看到川普他的一切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加上新君主主义，就随他的喜欢。那一定有大国要出来讲话，连英国这次都只是同意美国用他的基地，但是英国都没有说我支持这个作为，但是他强调他不参与。欧洲国家都说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只有一个国家第一时间跳出来支持川普，高市早苗。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川普这个支持来对抗中国。可是，在今天的国际秩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强国的随意的作为真的是随他喜欢。那但是这个时候有大国出来讲话，我们就把它去做等号，说你看这个都是跟中国、俄国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也许是。那伊朗2015年跟中国大陆谈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方案。但是这一次，举例而言，伊朗每天出口300万桶的石油，大概有80%是往中国大陆。对，就算300万桶都没有，其实对中国影响也不大，因为那个比例很小。那它也可以立即的从俄罗斯跟别的地方取得这个替换，而不像是我们台湾其实从尼米兹从中东来的，占我们的原油进口大概是60%，占天然气大概是2%，所以对日本、韩国、台湾影响比较大。因此，这个时候你来说，这到底跟谁关系密切，可能都忘记跟我们台湾关系最密切，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这种所谓纸上谈兵的一些战略专家会告诉你，从他的政治的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那美国也是一样，同样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可是我们已经回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了。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从所谓的过去的那种思维、意识形态来去看待。我觉得中俄在这一次的立场上，当然是觉得美国是跨越界限，可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是现在新的国际丛林法则。那他所说的，也许我们认为是没错，但是又能够影响现实如何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后，中俄就立刻发出了声明来做谴责。但是我们也要关心说，这个时间点因为比较敏感，因为紧接着3月份就是川习会，3月份的时候，川普就会去访问中国大陆，到时候会讨论中美的贸易关系，还有关税跟台湾议题。那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先去抓了美国的马杜罗总统，然后又斩首哈米尼，是不是要跟这个川习会里面为自己增加筹码，又或是要埋下更多的变数？那委员又怎么解读川普的动作？我倒是不认为川普因为打了伊朗以后，他到中国大陆就比较有本钱对习近平讲话。我不认为这样讲。是为什么？因为虽然王毅讲说应该以谴责，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哎呀，你应该谈判。”这是外交官讲的话。哎，你只能什么？你只能谴责。你只能谈判。刚才有文兄讲对了哈，从 O to B， 对与不对绝对是美国不对，以色列不对，但是只要战争一发动，就没有对错是非，只有输跟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讲了一大堆道理，都开战了以后，最后赢的人解释，这个好意外吗？没有好意外的哈。所以对于川普，他当然有他内政上的需要、个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他举出来的台面上说，要你废核，要你废导弹啊，要你废弃代理人，然后更重要，要你废弃教师政权。他4个目标啊，很清楚啊。而这个4个目标也是他打这一次真正的战略上的需求。所以他抓马杜罗就是在他公布说，大西洋就是整个中南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你谁都不敢跟我这样。就马杜罗抓了以后有没有效果？立竿见影。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巴西总统卢拉敢讲什么吗？没有。哥伦比亚总统还敢讲什么吗？没有。连那个尼加拉瓜的总统奥特加，川普下令叫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乖乖释放啊，连话都不敢吭一声。然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选举，说你如果给我选出一个反美，我就揍你一顿。那些选民乖乖投一个中间偏右的选民出来，这个就是立竿见影。你不能当作没看到它的效果。在国际政治上，武力还是很有用的。那你今天打了伊朗了以后，以色列在那边就当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啦，它可以牵制中东所有的国家。很多人讲以色列说啊，以色列把美国牵着走，错的。跟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它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其实以色列整个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战略上来讲，牵制附近所有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因为打了伊朗以后，就强化了它作为以色列作为军事基地在中东的影响力。它等于就可以对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家，这个说一不二啦。因为你想想看哈，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多少？50%。然后伊朗的占多少？伊朗占中国进口石油的13%。你知道基于这2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含义？代表说我跟中国谈的时候，我多了一项筹码，就是石油。对。那中国这个50%来自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容不容易被取代？应该很容易被取代。因为它有个俄罗斯，所以中俄2国如果绑得更紧密，那对中国来讲，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够中国相当大概70%以上可以补足，没有问题。只是在运输的路线上因为没有做好，只有天然气管线做好，石油管线还没有做好，或石油运输系统还没做好。那所以你说要威胁中国，这个也谈不上，这不是中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你有人讲说，哎呀，中国就不会让他去北京访问？不会，为什么？因为北京也有很多要从华盛顿要到的东西，所以
互有需求。那你说伊朗对中国只是因为面子上比较少啦，哦。伊朗也谈不上中国的盟友啦，那你这个一个朋友被打，你帮他讲2句话也 OK 啦。你说真的为他卖命，那不可能的事情啦。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啦。好，那我们也看到，那这一场战争在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但是伊朗呢，它持续的加强打击。刚刚我们提到了嘛，伊朗除了打击美军的基地之外，还有以色列之外，它现在也在扩散，是无差别的做攻击。我们要统整到了几个大家比较惊讶的地区，包括现在是连杜拜都不安全了，非常多的航班也受到影响。还有呢，卡达的首都杜哈、阿曼的香港、杜洛姆都遭到伊朗的攻击。其他像是呢，在杜拜的国际机场、帆船、饭店都传出有爆炸跟火光哦，那民众受伤，中东一夜之间都变成战场。在这个时候，包括了英法德3国都联合谴责伊朗，说必要时候会采取防御的行动。怎么看这种无差别攻击到周围的国家，吕舰长？其实它不是无差别攻击，它是攻击这些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那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从这张图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每一个点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就是这样不断的攻击，因为它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要让伊朗未来爬不起来。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赶出去，不过这2个愿望是不是能达成，我们就看着那个现在，川普他说他要打四个礼拜，那4个礼拜他的弹药够不够？然后另外4个礼拜那就已经到了他要去出访中国大陆的时候了。那这个也就是他的轻与重，那以及伊朗对于这个现势的判断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卡达国防部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半岛电视台，这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那个新闻画面，然后这一个翻译是 Google 直接把阿拉伯文翻过来的，也就是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卡达北部的一个远程预警基地，也就是这一个那我们称之为普鲁爪的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所以，如果是伊朗第一时间选择攻击，而且看来也攻击成功了的话，我们台湾就要想一想我们的乐山雷达到时候如果遇到这一个台海冲突的时候，也是第一波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其实现在的这么多的问题也就是伊朗它本身进行这一个威慑失败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美国除了有关于浓缩铀要伊朗交出来，而且要停止研发，而且连飞弹都一起合并在内，因为它不断的透过这飞弹去威胁这个以色列。那我们看到之前他公布了，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他公布了霍拉姆沙赫尔这个飞弹可以打2000公里。这个为什么2000公里？因为就是对准了以色列而来。那另外，它有没有高超音速飞弹？那它有没有打过？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出现在这一个伊朗的世界的一个照片的话，它好像发射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但是它之前实际上公布了这个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些模型。那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它进行这样的威慑那实际上反而引来了反效果。那会不会登陆？有关于登陆的作战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有关于各种舰艇的派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并没有派遣任何的2栖舰艇前往。那这个也就是指明了，川普其实他只想透过这个空中的一个攻击，然后逼着伊朗投降。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一个部分，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伊朗在攻击这个或者是拦截这个对他攻击的各种飞弹或者是各种的
这一个战机，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伊朗在拦截这一些无人机的部分。它为什么拦截这些无人机？这个其实是我们所看到的 MQ9的无人机啊。那这是美国的无人机，那它这是一个连续画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又被击毁了。那如果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这里下面有带一个夹舱啊。那这个夹舱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也就是其实美国这一次，它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军力之外，那它其实还做了那个有关于我们讲到 sensor to shooter， 也就是他在做这个有关于数据链的干扰，也就是他带的是这一种夹舱。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啊，这每一次的作战其实也是美国对他国的他的武器的一个测试。这一次他已经将这一个对于数据链的干扰已经进行了测试。好，谢谢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家。